哪吒到底在燃什么？这部电影是一场元素的混搭秀，迪士尼风格的建模，周星驰式的无厘头幽默，日本动漫的燃系文化，西方的性别正确观念，最后加上中国神话人物的名字，就能被称为中国动漫的崛起，这让我觉得十分讽刺。电影采用老少皆宜的叙事风格，借鉴迪士尼的商业模式，同时精准投放阶级矛盾的反抗情绪，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，也就不足为奇。然而它本质上不过是一部以暴力为核心的爆米花动画片，究竟有什么值得吹捧的高度？更值得深思的是，这样的动画片真的适合孩子观看吗？我命由我不由天，底层情绪的宣泄口。哪吒的这句台词或许最能代表当代社会中贫富差距、阶级矛盾所带来的压抑感。现实中，人们面对诸多不公，却难以发声，更无法改变。社会的高墙让一些人选择默默忍受，另一些人则被逼得冷漠，甚至具有攻击性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我命由我不由天成了一种精神寄托，让观众在虚拟世界中获得短暂的释放。然而这句口号真的成立吗？如果哪吒的天命是魔丸，那么他的反抗又有何意义？如果社会评价的依据不是个人行为，而是先天标签，那么不论哪吒如何挣扎，他的命运是否已经注定？可事实是，哪吒的行为并未受到外界真正的控制，他依然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。那么他到底在反抗什么？反抗命运，还是精致利己？我命由我不由天。这句话看似激昂，实则逻辑漏洞百出。我们无法改变过去，而未来又是现在的延续。所谓改命，无非是对当前现实的一种重新塑造。但电影中的哪吒真的做到了吗？从头到尾，他的所有行为都是在自身利益受损的情况下被迫产生的，要么是受外界威胁，要么是自我防卫，根本没有真正的主动反抗。这样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居然能让那么多人共情。更可笑的是，哪吒根本不是底层人物，他天生神力，成长环境优渥，拥有顶级仙气和强大的师傅。他的挣扎不过是精英阶层内部的一场权力洗牌，而买单的却始终是普通百姓。暴力崇拜还是社会现实的扭曲。这部电影一直在灌输一个观念：遇事不决，先动手。哪吒从出生起就在破坏后来，但凡遇到问题，他的第一反应也是暴力解决。电影并没有探讨如何改变命运，只是在不断强调力量及正义。可问题是，普通人并没有哪吒那样的天生神力。现实中那些没有背景、没有资源的人，唯一能依靠的真的只有武力吗？这种叙事是否在无形中鼓励校园霸凌、社会暴力？双魂共生车垫上的巨大漏洞。哪吒与敖丙双魂共生这个设定本身是个不错的想法，但电影的呈现方式却让他们看起来完全像是同一个人。两人的成长环境、原生经历截然不同，然而在共享身体后，他们却观念一致、行动一致，丝毫没有分歧或冲突，这完全不符合逻辑。真正的双魂共生应该是两个个体在矛盾与融合中成长，而不是像电影里这样直接省略掉磨合过程，强行让他们合二为一。申公豹的反水真的是觉醒吗？电影里申公豹是个典型的墙头草，他起初为了自身利益不择手段，后来在受到压迫时才选择反水。然而他反水的动机并非真正的觉醒，而是因为自己的利益受损。这与哪吒的行为模式如出一辙。更讽刺的是，他和哪吒并非同一阵营，他们的临时结盟仅仅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。这难道不正是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最好的注解吗？这部电影到底在燃什么？哪吒究竟想传递什么价值观？他用燃系文化包装了一场暴力狂欢，却没有真正探讨自由意志与命运的关系。他塑造了一个精致利己主义者当主角，却让观众误以为自己也能改命。他用强者的斗争粉饰阶级矛盾，却让底层观众为精英阶层的游戏买单。所以这部电影真的值得我们如此狂热的追捧吗？
它燃起的到底是希望，还是另一种虚幻的幻觉？